185空战实锤曝光，法国引以为傲的阵风战机被中国歼十 CE 摁在天上摩擦，3架被当场击落，飞行员连导弹都没来得及发射就灰飞烟灭。更离谱的是，就在阵风惨败的消息传遍全球，各国都在避雷的时候，越南居然逆流而上，偷偷派飞行员体验阵风，甚至要砸重金采购。这波操作看懵了全网。明知是战败机，明明打不过歼十 C， 越南为啥非要当这个冤大头？法国更绝，战机输了空战，军售却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波反向行销堪称近代军售史上的奇迹。本期视频结合全网爆料、实战细节，再扒一扒百年军售的历史规律，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明明白白。首先，咱们先复盘那场震惊世界的印857空战，先把阵风惨败的事实实锤砸死。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，这场空战是4代半战机的巅峰对决，更是歼十 CE 一战封神的战场，也是阵风神话彻底崩塌的开始。根据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局5月9日深夜的官方通报，这场空战的细节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惨烈，更具颠覆性。当地时间5月7号凌晨0点10分，印度空军集结60架战机，其中14架是重金从法国采购的阵风战机，随后又增兵至72架，气势汹汹扑向巴方边境，试图凭借阵风的全能优势碾压巴军空中力量。你猜，拥有14架阵风的印军最终打出了怎样的战绩？巴军只部署了42架战机，其中就有从中国引进的歼十 CE。巴军没有硬拼，而是采用集中兵力、精准打击的战略。因为印军此前一直吹嘘阵风天下无敌，所以巴军直接把作战重点锁定在了阵风战机上。0点12分，巴军在2分钟内完成拦截决策。0点30，印军完成进攻组队。巴军迅速调整策略，从威慑转为确保摧毁。阵风战机可是法国达索公司的王牌，1986年首飞，2001年正式服役，号称全能型4代半战机，机身14个挂点，能挂载9.5吨弹药，配备 RBE-2AA 有源相控阵雷达跟 SPECTRA 电子战系统。法国吹它能同时执行制空、反舰、对地打击，甚至空机核威慑任务，全球销量超500架。印度、卡塔尔、埃及都是它的客户，单机售价高达3亿美元，比美国 F-35还贵。那么就这么一款被吹上天的战机，为什么在印巴空战中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？据巴军官方披露，第一架阵风在距离印巴控制线53英里（大约93.3公里）处被击落，第二架在11.2公里处坠毁，第三架在37公里处化为残骸。更打脸的是，有一架阵风被击落时，连挂载的米卡空空导弹都没来得及发射，飞行员慌乱中跳伞，沦为笑柄。巴军甚至公布了截获阵风编队通话录音，录音里印军指挥官疯狂呼号哥斯拉3的阵风战机，沉默良久以后只有一句绝望的：我看到空中发生了爆炸，整个编队陷入崩溃。而击落这3架阵风的就是歼十 CE 搭载的霹雳15E超视距空导弹。这款导弹最大射程145公里，远超阵风挂载的流星导弹。巴军战机不需要跃进，就能在印军纵深50公里外精准锁定并击落阵风。要知道，阵风的 RBE-2AA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只有100公里，等它发现歼十 CE 的时候，霹雳15E已经飞到脸上，根本没时间反应。这场空战，巴军零战损，击落印军3架阵风，1架苏30 MKI， 1架米格29，还有1架无人机，打出了比喷他 Q 还牛逼的6比0的碾压战绩。歼十 CE 用实战证明它的态势感知、超视距作战能力完全碾压阵风。消息一出全球哗然，原本排队采购阵风的国家纷纷暂停订单，法国达索公司股价暴跌。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阵风的军售之路彻底走到头，各国避之不及的时候，为什么偏偏越南迎难而上，主动接触阵风？第一个原因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越南想买的买不到，能买的看不上。咱们先看看美国的 F-35，作为全球最先进的5代机，越南不是没有想法，
但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。首先，美国从来不会把 F-35卖给社会主义国家，这是美国的政治底线，不管越南出多少钱，都不可能买到。其次 ，F-35目前供不应求，美国的盟友排队等货，连英国、日本都要等好几年，根本轮不到越南。最重要的是就算美国破例卖给越南，越南也不敢买，因为 F-35的核心技术、后勤保障都掌握在美国手里。一旦中美关系、美越关系出现波动，美国随时可能卡越南的脖子，让 F-35变成一堆废铁。有人会问，那俄罗斯呢？越南长期依赖俄罗斯的战机，目前装备苏27、苏30 Mk2V 都是俄罗斯的产品，为什么越南宁愿买战败的阵风，也不买苏57？答案很简单，苏57根本就不靠谱。苏57作为俄罗斯首款5代机，隐身性能一直被广泛质疑，机身设计存在明显缺陷，隐身涂层落后，雷达反射面积远超真正的5代机，被外界称为伪5代机。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自己都没有批量装备苏57。截至2023年，俄罗斯空军装备的苏57还不到20架，连自己都不敢大量使用，越南怎么敢吃这个螃蟹？而且近年来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，军工产能严重不足，很多武器装备的交付都严重延迟。越南之前订购的苏30战机就曾被延迟交付好几年。越南已经对俄罗斯失去了耐心，想要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，寻找新的装备供应国。那么除了美国、俄罗斯，全球还有那么多先进战机，越南为什么不选别人，偏偏选阵风？咱们再看其他可选的战机吧。英国的台风，瑞典的鹰狮，虽然也是4代半战机，性能跟阵风相近，但它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包含大量美制子系统。比如台风战机的航电系统、导弹系统，很多都是美国生产的，受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。一旦美国反对，这些战机就无法交付，后勤保障也会被切断。举个例子土耳其之前想买美国的 F-35，因为购买俄罗斯的 S-400防空系统被美国制裁，直接取消了 F-35订单，连已经生产好的战机都无法接收。越南深知这一点，他不想再被任何一个大国卡脖子，所以必须选择一款不受美国制约的战机，而阵风恰好满足这个条件。从发动机、雷达到武器系统，全都是法国自研，不依赖任何国家。法国的军售政策也相对独立，不会附加过多的政治条件，这正是越南最需要的。那么仅仅不受制约就够了吗？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，采购战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这就说到第二个核心原因，阵风的多用途能力，完美契合越南的南海需求。越南一直觊觎南海，想要提升在南海的空中威慑力，而它目前装备的苏27、苏30 Mk2V 存在明显的短板，没有预警机协同引导，没有加油机保障，远程巡逻能力弱，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有限，很难覆盖整个南海。而阵风战机呢，作为全能型战机，刚好弥补了越南的短板，它的作战半径就有1800公里，不需要加油机就能覆盖整个南海，适合远程巡逻跟威慑。14个挂点，9.5吨载弹量，可挂载流星超视距导弹、斯卡普巡航导弹，既能制空又能反舰，对地精准打击，态势感知和生存能力远超越南现有的苏式战机。更重要的是越南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他认为歼十 C 虽然在印巴空战中击败了阵风，但歼十 C 的作战半径相对有限，出现在南海中南部的可能性不大。而且他天真的认为阵风对付中国的歼11BH、歼16有一定的优势，能够提升自己在南海的话语权。越南这个算盘真的能打响吗？阵风真的能对付歼11BH、歼16吗？首先，歼十 C 的作战半径虽然不如阵风，但中国在南海有多个岛礁机场，歼十 C 可以从岛礁机场起飞，轻松覆盖南海全域，根本不存在难以抵达中南部的问题。其次，歼11BH、歼16都是重型战斗机，作战半径、载弹量、态势感知能力都远超阵风。歼16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最大探测距离超过200公里，远超阵风的100公里。挂载的霹雳15空导弹射程145公里，比阵风的流星导弹射得更远。而且歼16载弹量达到12吨，比阵风的9.5吨更多，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更强。更不用说中国还有歼20、歼35两款5代机，歼20的隐身能力、超视距作战能力完全碾压阵风。一旦交手，阵风连发现歼20的机会都没有。
只会上演武器空战的复刻版，甚至比它更惨烈。讲到这儿，大家应该明白，越南不是傻，也不是愿意当冤大头，而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。权衡利弊之后阵风成了他当下唯一的最优解，既能实现装备升级，减少对俄罗斯依赖，又能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，还能提升自己在南海的威慑力。哪怕阵风在印巴空战中惨败，哪怕他打不过歼10C，越南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再回头看法国，这波反向行销真的堪称教科书级别。阵风虽然输了空战，砸了全能战机的招牌，但却抓住了越南的痛点，成功拿下了潜在订单，甚至可能带动其他国家的采购。输了战场却赢了市场，这背后是法国军售的精准定位，不追求战无不胜，只追求贴合需求。哪怕战机有短板，只要能满足客户的核心需求，就能在军售市场立足。阵风的反向行销，越南的无奈选择，歼10C的一战封神，背后是大国博弈，实力较量。我们不必因为越南采购阵风而焦虑，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守护好自己的国家。我们更应该为中国的军工崛起而自豪。我是大赵。